现在的年轻人连安静待一会儿都做不到，每5秒钟就会点开屏幕，打开网购的软件刷2圈，看看今天哪个商品有限时特惠，能激发起购物冲动。要实在找不到目标了，就切换到小红书和抖音上看看有没有新的种草灵感。最好呢还能顺手拼个团，领个券，抢个秒杀名额。一边嘴上说着要开始理性消费，一边在拼多多上逛到深夜2点。你以为是在购物，其实是你无聊罢了。今天呢，我不打算再说什么不买这个不买那个的老生常谈话题，而是分享我们每天习以为常的几个购物行为里，为什么他们根本就不正常。无聊呢，本来是一种很正常的情绪状态，但在如今的生活节奏里，无聊已经变成了一种必须立刻被解决的问题。年轻人对无聊的忍耐度呢，也是越来越低。整个互联网环境已经把无聊塑造成了一种负面的状态。只要你停下来什么都不做，哪怕是坐着发呆3分钟，大脑就会自动去寻找刺激，而这个刺激呢，最容易出现在网购平台、短视频和社交软件上。平台当然知道我们怕无聊啊，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才设计出页面的无限下拉、猜你喜欢、限时折扣、话题榜单这些机制，让你在无聊之中点开软件，然后每一个因为无聊而产生的点击、浏览和转换，最后都是平台的数据收益，而你只是习惯性的付出了一定的注意力和钱。所以大多数人呢，并不是真的有购物需求，而是习惯了手指总得点击点什么。现代人的这双眼睛啊，真的是巴不得每分每秒都要贴在手机上。手指呢，但凡没有停留在屏幕上，总感觉无处可放啊。到最后看了那么多内容，请问你的脑子吸收了多少？无聊带来的消费呢，不一定是大件昂贵的物品，就是那些小到不心疼的物品。这些小件商品因为物价低，所以你将钱花出去之后呢，是没有感觉的，好像这笔钱花了等于没花，让你感觉不到这件物品的价值。物品不能填满时间，更无法填补你内心的空虚。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种因为无聊而引发的消费冲动呢？你需要的不只是意志力，更要尝试去换一种消磨时间的方式。当你感到无聊向你袭来的时候，先不要着急打开手机，而是做一些简单却被你拖延很久的小事，例如整理一下你面前凌乱的桌面，清洗一下那几把很久没有洗过的化妆刷，或者是想起来家里有条长度不适的裤子，需要拿出门给人裁剪。有人总会抱怨自己没有一点时间去做这些事情，难道不是正因为你大部分无聊的时间都靠手机打发了吗？只要你远离手机后，大脑呢也会慢慢的想要从寻找刺激的状态中平复下来。只要你能度过那10分钟的时间点，冲动呢都会有几率被减弱。在如此快速且发达的信息时代里，情绪消费并不是单纯的想要花钱去发泄，而是一种被系统化、结构化而引导出来的行为反应。年轻人每天都在面对信息的密度远超以往，你的情绪呢也在被不断的激发，所以严重缺乏足够的空间消化和恢复。那么短视频的算法机制呢，就在反复强调告诉你要开心，奖励自己，要释放压力，唯一能做的就是在页面上多停留10几20秒的时间。接下来消费的这个行为就填补了由情绪波动所带来的内心空缺。平台将买东西这个行为包装成一种自我关怀、自我奖励的方式。你一定都听说过这样的说法：秋天到了，给自己奖励一杯奶茶吧；忙了一周，必须要花点钱犒劳自己，这类的话术。那这种话术的问题呢，是在掩盖了个体真正的情绪状态。你有的情绪低谷和疲惫感本应该被理解、被正视，可放在消费主义的语境中，它是被购物行为覆盖住了。因此当消费变成唯一被认可的缓解方式，那么你能做的事情是除了花钱还剩什么？即时满足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生活现象，平台在设计上有意引导用户进入一种无需等待、立即反馈的状态，通过秒杀活动、限时抢购和急速退款等等的机制，这胃口一旦养起来后，用户就会逐渐适应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决策。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平台提供的30分钟闪送，或者是当天就能给你送达的服务。你在家外卖个洗洁精、饮料、一次性用品，半小时之内就能出现在你家门口，
口，你甚至都不用下楼，也不用和外人交流，你生活里的所需就变成了这种及时的召唤式反应，都通通被压缩进了一键下单的窗口里。正因为这样的设计呢，让人习惯依赖，我们会变得不耐烦，越来越无法接受这件事情还需要时间的等待。无论是生活琐事还是人生的重大抉择，一旦没有办法让我们立即看到结果，就会本能的产生焦虑和否定。不是所有事情都能像外卖一样那样说来就来，尤其是在买快递这件事情上，你没有办法接受还要等几天才能被送到你的手上。哪怕是个完全不着急用的东西，只要看到预计送达时间是3天之后，转身呢就去找京东秒送或者是天猫次日达这种可以立刻发货极快送达的平台。因为被及时满足感重塑之后的认知，已经不再允许我们生活有任何的缓冲和等待，因此购物不再是一个需求、计划、行动、等待到获得的过程，而是变成了这一秒你想要，下一秒你下单，它就来到了你门口。你的消费决策开始高度依赖社交平台上的群体。现在请仔细想一想，大部分时间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真正推动你点进商品详情页犹豫要不要买的那一下，往往不是你缺这个东西，而是你在某个平台某个帖子里看到大家最近都在买，讨论易度很高的商品。还有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就是直播间，你随手点进一个正在卖货的直播间，底下几千人疯狂刷着评论，你都还没仔细了解过这商品是什么，就已经跟着下单了。这种氛围感呢，跟小时候在菜市场抢新鲜优惠的鸡蛋没有两样。老板的吆喝声，人群中挤来挤去的，只要谁先伸手谁就拿到。只是现在就变成了线上的形式，变成了点击鼠标的速度和拼网速的时代。你和很多人一样都没主见，只要一天不看手机，生怕错过了一个新品发售，一个品牌联名，就算理性知道自己不一定需要它，感性上也会觉得至少我得去了解一下吧。拥有这种心理呢，就是怕自己脱节，怕自己不再是这个世界上的一部分。再说的直白一点，人呢本来就是群居动物，我们习惯在群体中寻找安全感，买一个大家都买的东西，不一定是最实用的，但起码呢在朋友社交的时候能聊得上来这个话题，能证明自己跟得上潮流，而且就算买错了也不是你一个人踩雷，至少还有网络上千千万万的人陪着你一起踩雷呢。好了，这个就是以上今天所有内容，希望这期视频呢对你有启发。如果能稍微帮助你减少一点购物冲动，那么这个视频呢算是达到了它的目的。如果喜欢今天这期视频，不要忘记关注和点赞，是对我频道最大的支持，也是对小陈本人最大的鼓励。那我们下周视频再见吧，拜拜。